如果你六亲无靠，不太合群，朋友也很少，那就要注意了。我下面讲的非常重要。如果你能够自控，那你是个高人；如果你不能自控，那么轻者抑郁，重者就会走火入魔。只有学会下面我讲的这2点，才能够让自己多一点幸福，少一点苦难。第一点，自立自强。既然六亲无助，无法借力，那就必须靠自己了。有些事情不必太过在意，有些东西它就是注定的，认清这一点即可。我们改变不了外在，只能善待自己，向内而求，提升自己，自立自强。更多的是思考自己的不足，更多的是观察身边的人。当你思考透了，观察透了，人性自然也就研究清楚了，那么你就是能够治愈自己的人。第2点，你必须背井离乡，外出打拼。因为六亲在传统文化里面也代表你的出生地，六亲缘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你的出生地它不旺你，特别是在事业和财富上能够得到的发展机会一般都非常少。与其在熟悉的环境里放大自己的缺点，内心纠结煎熬，不如换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长处。所以六亲无靠不一定就是坏事儿，它反而给你指了条明路。六亲缘浅是作为人的最后一世，其中六亲指的是父母、兄弟、夫妻、子女。六亲缘浅是指与亲戚的缘分很浅，不疼不爱，不帮不助，不管不顾。六亲缘浅之人不是无福之人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很有福报的人。这一世是为了了缘而来，了完了这世上便不再有你亏欠之人，缘尽了，便能无牵无挂地上升到修道之路，此后便不会再来这人间苦海。那么真正的六亲浅薄的人身上会有怎样的特质呢？或许可以表现为以下6点，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。1. 从小到大被父母无视，得不到周围人的关爱，从小开始就很独立，从不依赖家庭和亲人的帮助，更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，能自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。2. 性格孤傲内向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也不太愿意分享内心的想法，跟亲人、朋友之间的关系很疏远。3. 社交能力有限，无法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，容易在社交上显得无助。4. 感情不顺利，一直碰不到合适的人，即使碰到了，也会有很多的阻碍和磕磕碰碰。5. 一切都想靠自己，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也不爱麻烦别人。六亲浅薄的人最大的行为习惯就是喜欢自己独立解决问题，避免求助于别人，不喜欢欠别人人情。这种性格特质在心理学上也被叫做疏离型人格，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，不愿意依靠他人做任何事，
也不愿与他人产生交集，刻意避免不必要的情感付出。这类型的人常常也是感情十分冷淡，对于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人的行为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只习惯性地处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我们去深究其原因，会发现这种特质的人可能是从小没有得到太多爱，对身边人没有足够的信任感，才不愿意麻烦别人。也因为跟他人的关系信任感不足，所以从来不想依靠他人的力量来完成事情。所以如果你的身上有这种特质的话，真心建议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尝试从人际交往中找到乐趣，尝试与人建立起关系。同时呢，也可以尝试让身边的人帮助自己一些小事，克服心理上的障碍。毕竟想要麻烦别人，就是卸下心防的开始，才能慢慢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感。6. 注重个人成长和精神修行，通过对内心的探索和自我提升来找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看到过一个说法，六亲浅薄的人生来就是跟儒佛道有缘的人，所以跟尘世间的一切关系淡薄，对周围的人事物感知力强，喜欢命理、玄学等事物，注重个人成长和精神修行，以此来感受生命的意义。就像弘一法师说的，有时候老天给你一个磨难，让你度一度，实际上在盘活你的磁场，帮你转运。只有劳你筋骨，灭你心性，经历低谷，才能把旧的磁场能量清理出去，流入新的能量，所以才有痛改前非、大彻大悟、置之死地而后生和风生水起。六亲缘浅的人，要是能熬过命运的残酷，看淡人情两薄，修得一颗强大的心，真的一定是会开挂的。请永远记住，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，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刺激你，这是规律。越是过得艰难，越要让自己学会在困境中总结经验、复盘经验。那些无法打败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六亲缘浅的人，这一世就是来还债的，来清债的，下一世就不用再来了。不管你去哪个家庭，缘分都很浅，自带天命，自带傲骨。就算你对这个家庭有再大的付出，家人也不会感觉到你的辛苦，也不会感激你的付出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同时你也得不到这个家庭的助力，不管是学习、工作、婚姻，包括事业，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。你和这个世界上牵扯的越少，越没有因果。历完此劫，今生不见，来生不见。一念执着，万般皆苦；一念放下，便是重生。在一个六亲缘浅的家庭里，你信我这句话，父母最擅长干的是什么事？有一个公式：扫兴家、道德绑架家、情感宣泄家、无法沟通。
扫兴就是这类父母最擅长干的事，他们绝对不会顺着子女说话的。他们的脑子里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就是顺着、听话、照做。哑巴就是晚辈对长辈应有的姿态，也是定位。定位这种低贱者对地位高贵者的姿态。所以无论子女说啥，作为父母的条件反射就是我必须要对着干，逆着来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作为父母的这种地位和权威。他们关注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对或者错，他们关注的是谁顺着谁的态度问题。你说的也许是对的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顺着你说，绝对不会肯定你，因为反对、否定、打压、挑刺、找茬是他们确定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利。所谓的扫兴呢，就是在你兴致勃勃的时候，当头浇你一盆凉水，见不得你快乐。也就是你无论在表达什么，他们都是采取相反的这种态度。但是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则是必须要时时地顺着自己的意思，不允许你有不同的观点，你必须低眉顺眼地当好你的替罪羊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。所以你看，顺着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，逆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特权。义务在特权面前真的就是一种降维打击。他们为什么喜欢这种让你扫兴的感觉呢？正是他们在享受自己的特权，弥补自己生命的缺失。更无奈的是，你觉得扫兴却不能发作，是他们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在他们的渴望中，完美的子女必须是尽心尽力的尽孝，导致愚孝，影响到下一代的家庭，他们也不管。越是一无是处的父母，就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。不要企图从这种有毒的父母身上获取任何的精神或者说情感的滋养，他们不但不会滋养你，还会从你身上吸取养分，去滋养他们自己有毒的灵魂。你和他们待得越久，就越会枯萎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任何能量都不会凭空消失，只会转移你的快乐。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快乐？因为他们一直在吸收你的营养。只要你们有链接，它就不会让你快乐。那你的痛苦为什么会增加呢？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扔给了你。这就是有毒父母的固有模式。一个受伤辛苦一生的孩子和一个六亲缘浅的家庭就是这样形成的。六亲缘浅的人也许注定没有情人缘，只能孤军奋战，靠一己之力重生，需要生命的二次长大。六亲不但对自己没有帮助，反而会拖累自己。给你的人生建议是：很遗憾，你的家没有让你感受过爱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爱，因为只有学会爱，你才可以疗愈自己，照亮别人。记住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01六亲缘浅之人，看似不幸，实则是大有福报的人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，
有福报之人即为六亲缘浅者，因为他们终身仁善，从未欠任何人，即便是父母不关心，长辈疏远，也从不抱怨。虽有血缘牵绊，但一生都缺爱，无依无靠，在外面累了，委屈了，都只能一个人扛下所有，跟家人掏心窝的倾诉，换来的只能是不理解，甚至是指责。于是一边羡慕别人有爱的家庭氛围，一边又用冷漠来对抗世界的无情。但很多人误解了，六亲缘浅其实是你的福报，你没必要觉得人生阴暗，而这正是你一飞冲天的时候。古语有言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六亲缘浅就是上天在为你清除路障，摆脱骨肉恩怨。你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六亲缘深的例子，兄弟们之间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反目重仇，爹妈为了一己私欲而毁坏儿女的前程。所以家庭内耗没有一个是赢家，其中的孽缘需要用耗尽一生的力气去化解。而六亲缘浅也就代表着和亲人的关系平淡如水，瓜葛很少，没有爱恨来纠缠，也没有感情拖后腿。有道是六亲缘浅本是福，修的就是两不欠。这样的状况非常利于人的修行，抛除杂念，一心向前。六亲缘浅之人，建议不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感情上面。俗话说，智者不入爱河。一个人如果能破情纸，过情关，把精力用在事业上，那一旦起事，都必成大器。当你足够厉害的时候，那你身边都是关爱你的人。02六亲缘浅是有福德的，修的是功德圆满。六亲缘浅的人更有福德。很多人待人友善，但总是独来独往，甚至跟六亲都很缘浅，但这种人更有福报，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得段位越高，跟外界就越不了相欠。佛曰：若无相欠，怎会相见？我们跟外界的关系越复杂，说明我们业力越重。有一种说法，六亲缘浅是因为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世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与身边亲戚朋友的关系都很差，也很浅。这世上已没有你亏欠的人，这是你作为人的最后一世，此后不再来这人间苦海，功德圆满，不需要再在人间轮回了。正所谓六亲缘浅本是福，修得不欠自成仙。所以今后不要再说谁谁不合群，某某人古怪了。佛家有一句话，肉眼看世界全是名利，天眼看世界无尽轮回，皆是因果。在一个六情缘浅的家庭里，父母最擅长干的就是扫兴、道德绑架、情感宣泄，无法沟通。你会发现，就是越是一无是处的父母，就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。不要企图从这种有毒的父母身上获取任何精神或者说情感的滋养，他们不但不会滋养你，
还会从你身上吸取养分，去滋养他们自己有毒的灵魂。你跟他们待得越久，就越会枯萎，所以当你修好了两不相欠，反而会越来越幸福。03六亲缘浅之人都不是一般人，不要欺负他们。喜欢独来独往的六亲缘浅之人都不是一般人，你别以为他们原生家庭一般，缺爱就可以肆意的欺负伤害他们，谁先得罪他们，立马就会遭殃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喜欢独处的人都是不依靠他人的，当你还在依靠他人，依靠外部环境，他们已经可以靠自己翻身了，所以他们一旦受了委屈，就会立马报复回来，从来不会亏待自己。第二，独来独往的人内心是很富足的，灵魂是很高级的，他们无论遇到什么挫折、打击、委屈，永远都能够自我化解，而你不但做不到，反而还会抱怨发脾气，所以你一旦伤害他们，他们就会降维打击你，让你怀疑人生。第三，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一定是一个觉醒的人，他们可以让万物为他所用，因为自己是梧桐，凤凰才会来栖；因为自己是大海，百川才会来归。他们足够优秀，好的伴侣，好的事业都会因他们自身而来，所以你一旦伤害了他们，就是得罪了一个贵人，就是错失了一个机会。六亲缘浅之人往往福报都很深，虽然这样的人从小就在孤独的氛围内长大，父母不疼，长辈不爱，知心朋友少，在感情路上还一波三折，甚至好多时候你都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，好像身边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没有。但往往就是这样的经历铸就了你清醒独立，你知道没人能够成为你的庇护所，所以你就不会对任何人抱有期望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出身不好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六亲缘浅的人悟性极高，见解独到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是天生傲骨，自命不凡，也不会随波逐流，可能别人想破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一看就会有思路。所以不要因为自己跟别人不同就开始怀疑自己了，其实你恰恰是最有天赋的，就像神来凡间历劫的孩子，前世你不亏欠任何人，今生你和别人的瓜葛也不深，只不过是路过人间来走一走罢了。所以独来独往的六亲缘浅是难得的天选之人，这样的状况虽有助于修行，但也带来了孤独感和不被理解的负面感受。这类人更需要特别注重筛选身边的人，避免因为不良人际关系而受到不必要的损害。遇到与六亲相似的人时，往往会让六亲缘浅的人感到似曾相识，并可能引发同样的情感和互动模式。这些模式大多是无意识的，且很容易复制原有的家庭关系。
如果这些六亲的特质是消极的，新的关系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反之，若六亲对个人有助益，这些相似特质的人可能会成为生活中的贵人，带来正面的支持和力量。但既然六亲缘浅了，大多是负面特质更多，所以遇到和六亲负面特质相似的人，就要格外注意了。比如说，父母都有逃避型依附倾向，不喜欢和你互动，觉得你烦，不愿满足你情感上的需求，那么你长大后很有可能也会喜欢上一个逃避型依附，对方一样不太理你，你便一直追着他，希望得到他的青睐。这么做只会越陷越深，让自己深陷孽缘中而已。一定要懂得自我觉察，才能醒来。六亲缘浅的人，若发现身边的人与消极的六亲特质相似，应该考虑保持距离，这样可以避免在相似的情感模式中再次感受负面情绪，或是陷入不健康的关系中。比如说，父母要求很严苛，常会批评你，你可能就会喜欢上一样爱批评的伴侣。潜意识中你想取得他的认可，这样仿佛你也得到了父母的爱和认可。但负面特质强的伴侣会带给你的多半是苦而非成长，这样的移情只会让自己陷入苦恋中而已。如何避免重蹈覆辙？一、认识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原生家庭对个人的性格、行为核心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父母的开明与否，性格是否宽容，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。开明宽容的父母通常会对孩子的性格健全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让孩子更有自信和安全感。而思想狭隘、自私功利的父母则可能对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，让孩子变得斤斤计较、心胸狭隘、待人刻薄。了解这些影响，有助于个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，并做出相应的调整。拒绝模仿父母的缺点，就是在阻绝家族业力的影响，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二、扩大生活圈层。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层，也是减少原生家庭对个人影响的有效方式。与更多不同背景的人接触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，并学习不同的交流方式。这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，也增强了我们自我觉察能力。通过阅读，也可以了解更多不同形式的家庭模式。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更加游刃有余。你会发现，不是每个家庭都是那样相处的，也有温馨有爱的互动模仿，从中可以学习更好的相处方式。三、学会自我养育。自我养育是对于缺爱的人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自我疗愈方法。自我养育的过程是一种自我重塑，透过自我肯定和鼓励，让我们重新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和自信心。这也有助于我们在与他人建立关系时，能够保持健康的边界
和自我价值感。六亲缘浅的人来往的亲友通常不多，很容易因寂寞而忍耐不适合的对象，这样做是不明智的。哪怕没朋友，也不要放个酸民在自己身边，天天冷嘲热讽，让你自我怀疑，常常不快。他们不会全是缺点，也有对你好的地方，所以你才会难以抉择。但当负面影响远超正面影响时，就是该放手了，了结你和他的孽缘，对彼此都好，他也有机会检视自己错误的相处方式，进而改进缺点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再找把和父母有一样缺点的人请进生命来，他们会让你觉得仿佛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似的，其实是因为你下意识地找到同样不懂爱的人来往。越没人爱，越要爱自己，千万别向外界索取爱。爱是越付出越多，越索取越少的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善待自己。愿六亲缘浅的天选之子都可以走上属于自己的轨道，走向生命觉醒的强者之路。你们是真正有福报的人，阳光一点，会越来越好的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